祝你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徒儿发现一颗夜明珠，特送给师父。师父，你晚上都不用点油灯了。哎呀，孽徒啊，你闯祸了！这是我的定水杵，不能动啊！晴天霹雳，不妙！小小，你今天必须下山。啊，师父，你不要我了吗？当然不是了，小小啊，你八字带煞，本是夭折的命格，能活下来全靠至亲逆天改命。现在你为福星童子，已经消耗了他们大量的福报。这样啊。唉，乖孩子，天道不可违，你的生命仍然存在着危险，要行善积德，积累福报，还要找到你的亲人，帮助他们脱困解围，其效感动天，令菩提神树开花结果，才能彻底改命。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师父。我要去找我的亲人，还他们福报。这是九玄神针，可治愈一切病痛。这是通天奇镜，为明彻万物的宝贝。还有这包袱里有法令、法尺、法印、符咒和经书，你可要收好了。师父，我舍不得你啊！等我找到了亲人，就让他们捐款修缮道观。他的亲人非富即贵，算你小丫头有心。走吧。哎，送走了，送走了。我这白云观啊，安宁了。这里这么大，上哪儿去找亲人啊？小朋友，要吃烤红薯吗？刚出炉的，不好吃不要钱哦。不要钱。阿姨，我没有钱，给我一个不好吃的。这是谁家的孩子啊？你的亲人在哪儿啊？我不知道我的亲人在哪里。哎呦，这孩子太可怜了，肯定是走丢了。来，送你2个，包好吃的哦。吃完啊，阿姨带你去找亲人。谢谢阿姨。你儿子考上重点大学，你没时间带我找，你告诉我他们在哪，我自己去找吧。什么？我儿子考上清北大学了？真的？我马上回来。哎，这小孩可真是福星啊，谁见了他都会有好运的吧。奶奶，您就站在这根线上，千万别乱动，一会儿你的大孙子就来接你了。我也只是替您继孙办事儿，您成撞死鬼之后，可千万别找我啊！遗书、保险和钥匙拿到了。不好，老奶奶有危险！急急如律令，瞬间转移，急急如律令，瞬间转移。这怎么可能？大牌惦记见鬼了！关哥，当初老夫人收留了你，现在已经被你弄成了痴呆，你还要害死他？你不会惹到什么了吧？菩萨保佑，菩萨保佑！我只是傅家的私生子，他不死，我怎么修改遗嘱？
你慌什么？当初你害死你闺蜜沈雨禾，顺利成为老太太的干孙女，我们以兄妹相称这么多年，丢弃掉傅清墨的孩子，还偷偷生了女儿妮妮，都没见你慌过。哎，关哥，别说了，你看那小孩好像不简单。小妖女，坏我的事！阿姨，小朋友，你刚才好勇敢啊！这不可能啊！好勇敢！老奶奶，你的师傅没有告诉你，行人要走人行道，不可以跑到马路中间，很危险的，你知不知道？漂亮娃娃，曾孙女，她是你曾孙女？哎，太奶奶，如果你果真是我太奶奶，那你一定知道我的亲人在哪里啦。等等，小姑娘，你能不能帮我看一下摊位？我去上个卫生间。阿姨，快去快回啊！哎，正好我也做点生意，赚点钱。怎么回事？奶奶在家好好的，怎么会走丢？已经查了监控，是老夫人自己走出的家门。所有人，半小时内找到老夫人。是。瞧一瞧，看一看，不满意来逛一逛。鸡蛋、豆浆、烤红薯喽！小朋友，这个豆浆怎么卖啊？ 2块。我也要一个。这个怎么办？这个5块。谢谢。这小丫头指定有点邪乎，以前这摊位都没什么人，现在她一来，生意都变好了。一个臭丫头而已，我这就叫人来治她。喂，我这有个活。哟，这女娃子还没桌子高就出来摆摊，这能好吃吗？当然好吃啦，不好吃不要钱。口气还不小啊！来，给我来2个。哎，给钱！给钱？不好吃，不给。算了，没几个钱，你不愿意出，我来给。阿姨，你的小三说烤红薯不好吃，他要道歉，还要赔钱。等等，什么小三？没错呀，叔叔看你的面相，你是小三。哎，我这暴脾气，你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跟小孩费什么劲儿？咱们快走吧，要不赶不上电影了。等会儿，继续说。尖门深陷，鱼尾枯槁，命中相克，你就是这个阿姨的小三。小丫头片子，能说什么？信不信我打你？阿姨，你没离婚，还有老公，又和这个叔叔约会，难道不是找小三吗？你不是说你没结过婚吗？强哥，你别听他胡说，我根本没有结过婚，一个毛丫头说的话怎么能信啊？你都结了5次婚啦！啊，5次？还怀孕2个月了，他想让你当宝宝的爸爸。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？你真怀孕了？不是，你听我解释，强哥。我去你的吧！给老子滚蛋！喂，还没给钱，别走！死丫头，给我等着！强哥，你听我解释。哎，老奶奶，你的家人怎么还没来啊？不用担心，你家人很快就会来了。
走。八哥，他副驾驶是不是搞错了？那么急冲冲叫我们过来，前面就一个老太婆和一个小女孩啊！错没错，打几棍子不就知道啊？关哥，你这招妙啊！不用我们亲自动手，就能制止那个小丫头。哼，敢坏我的事，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杂碎。不知死活的小丫头，敢在我的地盘上摆摊儿，信不信老你去这条街上打听打听，谁不知道我霸哥？霸哥是吧？你双目无神，灵台带煞，是短命之兆，最多只能活3天。小丫头片子，信不信老子让你活不过今天？哎，八哥，可别打坏了，这小丫头细皮耐肉的，咱把她转手一卖，肯定能赚不少钱。小朋友，跟叔叔回家好不好？叔叔给你买糖吃。人贩子叔叔，我今年已经6岁了，你还以为我是3岁小孩吗？你，哎，我哪来的老东西，滚一边去！还废什么话？兄弟们，上麻袋！动会交彻，武气腾腾，金光素剑，复护真人，急急如律令，定！想打我？你吃亏，你就是一只大乌龟！怎么回事？妖法，这是妖法！这帮人太有意思了。啊，副总，你快看，视频直播里有老夫人。小妖女去死！啊，小心！小妖女去死！查到位置没有？查到了，在城南郊区，是我们副使的地盘，立刻赶过去。是。小妖女去死！小心！阿姨，是你。青天白日之下，你们一群大男人，在我的摊位面前欺负小姑娘和老人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你从哪里冒出来的？我们哪里欺负他了？你看他把我们的人都弄成什么样了？饶开我，小老子，求求你饶了我们吧！快使个法停下来啊！看你们以后啊，还敢不敢欺负人？不敢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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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敢了！打得好，八哥常年在这横行霸道，不知欺负了多少人。我也是做生意的小摊贩，每次他们来都收保护费，还打人。这次得到的教训，看他们以后还敢不敢。真是给我们出了口恶气，谢谢小姑娘，不，小福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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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88朵，不错，不错。菩提以悟道为花，看来小小不仅遇到了佳人，还惩恶扬善，帮助他人，以己之心换天下之心，终有善报呀！小福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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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福星！一群贱民，笑什么？我就不信你这个小妖女还能一辈子留在这里。等你走了，老子要让这群泥腿子们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。啊，想起来了，你有一个要上大学的儿子，要不要我给他留一个全尸？你敢？小畜生，有本事弄死我！你只要弄不死我，就等着我弄死他们！哎呀，如果还手就做了坏事，菩提神树就不能结果了。不行不行，都别忘了，这条街我说了算，我想让谁活，谁才能活。快点！是。
大哥啊，她只是个小丫头呀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。这是今天全部的收入，都拿来孝敬您啊！您高抬贵手啊！就这么点东西，打发谁呢？刚才那个小妖女给我弟兄们害的，看看，看看！好啦，对不起，敬个礼，放个屁，送给你。你，来人，给我把他按住！把小妖女的脸。小妖女，会点妖法有什么用？嘴皮子溜又有什么用？权力才是压制一切的王道。这条街是傅氏集团旗下的，我老大是傅氏集团的2把手，我就不信在这江城还有谁敢和我们傅氏集团作对。傅氏是江城首富，我们怎么可能斗过傅氏集团？完了，全完了！八哥，有话好好说，你先放开那个小丫头啊！放开他！先问问我的弟兄们同不同意？不同意，还愣着干嘛？动手啊！一群怂货，把他给我按住！不要打我的，放开我！不要！八哥，你行行好啊！这小姑娘脸要是被毁了，一辈子就完了呀！放开他，也行啊。换你儿子来。放开我曾孙女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！哎呦！老人家骨头脆，不能打呀，会出人命的。现在知道怕还不算晚，我代表傅氏集团再给你们一次机会。住手！就凭你也能代表傅氏？谁？哪个小兔崽子敢打断老子说话？你难道是傅总？瞎了你的狗眼！整个江城难道还有第2个副总？奶奶，还好你没事。老奶奶有事，她被人丢在马路中间，如果不是遇到我，就会被大货车撞到。你为什么不看好老奶奶？谢谢你，救了我奶奶，我会报答你的。仗着傅氏集团的名头横行霸道，我会让你还有你们老大知道什么叫做悔恨终身。来人！不好，别暴露身份，我们走。让你们受委屈了，这一切都是傅氏集团的疏忽。今后你们可以在这里摆摊，不会再有人来捣乱了。另外，我会让人赔偿你们之前的损失，并对你们进行现金弥补。你想要什么？想要什么都可以吗？回家。奶奶，这不是我们家的孩子，不能随便带回家的。是我们家的，她就是我的曾孙女。我们回家。爸爸，爸爸，你叫错了，我不是你爸爸。为什么我看他这么亲切，看着是有点像他妈妈？莫非他就是暖宝？这怎么可能？这孩子一定是吓坏了，才会叫我爸爸以求庇护。副总，我打听过了，这位小道长名叫小小，是个孤儿，不如就让他到傅家陪陪老太太，这样老太太心情好了，或许病情会有所缓解。你愿不愿意跟我回傅家？傅家有好多好吃的，还有好大的房子，到时候给你留一层做道场，好不好？来，你看，这就是傅家，以后你就住这儿。
拿轮椅。太奶奶，您怎么了？奶奶病情很长时间了，她晕倒还是头一次，快送医院！等等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傅家的风水格局都很精妙，为什么我感觉有什么东西在掠夺老奶奶的魂魄之力呀？到底是什么在作怪？红煞之气是傀儡咒。你在干什么？老奶奶被人下了傀儡咒，今天跑出去就是被人操控了。有人想害死老奶奶。你真的能看出来？副总，你忘了那一帮被打成猪头的小混混了？小道长啊，是真的精通玄术道法。是的，红煞之气不散，那个坏人还在傅家，老奶奶很危险。叛徒小人还不现身！副总，这娃娃上刻着老夫人的生辰八字。副总，求您饶了我吧，我真的只是一时糊涂，我不是故意要害老夫人的。记住，有些人是你永远不该招惹的。很不幸，我就是其中一个。带下去。是。谢谢你啊，又一次救了老夫人。我傅金墨保证，你以后就是傅家的大恩人。那我可以继续叫你爸爸吗？小小，其实我也有个女儿叫暖宝，只是很小的时候走丢了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认你为干女儿，以后你就叫我 Daddy 吧。爸爸和爹地有区别吗？好吧，爹地。害太奶奶的人还没有被全部抓住，还有人？太奶奶的魂魄之力还在流逝，我们得查探整个傅家，找出命门所在。在这之前，先把太奶奶的病治好。小小，这位是傅家的私人医生胡大夫。胡大夫，这位是小小道长，专门为奶奶过来治病的。这不就是一个招摇撞骗的小乞丐吗？就他也能骗过副总？小道长是吧？江城的各路名医都跟我有些熟，不知你师从何方呀？你们要听过我师父名号？哈哈哈哈！小丫头，你是说老夫孤陋寡闻吗？医术这东西不比其他，只有经验的沉淀才能出神入化。你看看你呀，还没有桌子高就自称会看病，实在是有些嚣张啊！哎，我问你，你知道医生的医字怎么写吗？你知道七经八脉怎么走吗？你能把药方写全吗？你有行医资格吗？副总，老夫人的病症奇怪，你把偏方人士带进来我没意见，但也请擦亮眼睛，不要病急乱投医啊！老大爷，你明明治不好太奶奶的病，还不让别人看吗？副总，中医博大精深，哪有这么好学？这就是个小江湖骗子，刚从幼儿园毕业的神医，您信吗？我信。这好了，胡大夫，不用说了。小小道长不仅是能救治奶奶的高人，更是我们傅家的大恩人，还望海涵。小小道长，开始吧。为了防止吓到人，我对佣人们用了安睡符。爹爹，你要不要也先睡一觉？我不怕，你尽管去做吧。去准备这些药材。就这些普通的药材，有用才怪了。去准备瓦罐和药碗，帮忙煎药。什么？让我给这小丫头片子打下手？不用，我自己来。神默默，气绵绵，
存志气，存丹元，透凝丸，上冲天，不经调，现奇缘。老夫行医半生，从未见过此等炼药方法，方法花哨，却并不一定实用。如果治不好老夫人的病，看你怎么收场。丹药已经好啦。副总，不可草率，要是出了什么事的话，我负责。天清清，地灵灵，三七日月星，通天透地鬼神经，凶神恶煞凤无令，走不停破。奶奶，你醒了，这药有用。你干什么？你是要害死老夫人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这容易。来人呐，快把这小骗子按住，别让他跑了！奶奶，老夫人恢复了，原来你真是小神医啊！这怎么做到的呀？你想知道吗？老夫愿听一二。因为所以，科学道理，经过研究，你是蚂蚁。你小小啊，服药后毒素聚集，吐血就是为了排毒。老奶奶脸色发暗，说明她靠自己的力量吐不出来毒血，所以我才给了那一棒。老大爷，您可知道太奶奶不是生病了，而是被人下了咒而中毒。或许你医术高超，但你迷信经验主义，冥顽不化，这辈子很难有很大的成就。小神医，受教了，受教了。我之前啊，神情恍惚，不能动，仿佛被什么控制住了。但是发生了什么，我都清楚。刚才啊，吃了小小的丹药，我就觉得浑身畅快。你看，我现在手脚都可以动了。说话利索清晰，他的确恢复了。小小，可真是我们傅家的福星啊！太奶奶，静默啊，我从看到小小第一眼起，我就觉得他就是暖宝。我相信我的直觉。你看，你和小小长得多么像啊！奶奶，你身体刚恢复，好好休息，先不要多想。小小，来。太奶奶。不好！虽然傀儡咒已破，但是太奶奶的身体已经病入膏肓，这只是暂时恢复，半个时辰后还会恢复到原来的样子。什么？小小，还有什么办法吗？胡大夫，小小暂时让我恢复了清醒，我觉得她就是我的曾孙女儿。把这个拿去做个 DNA 亲子鉴定，此事务必要保密啊！是。老夫人没解决，又冒出个小妖女，她还登堂入室进入傅家。关哥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听说老夫人被那个小妖女治好了，她不会把我们的计划抖出来吧？这事除了你我，没人知道。至于老夫人，不可能那么快恢复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小妖女，我要你死！你拍一，我拍一，一个小孩坐飞机。你拍二，我拍二。奶奶好久没这样开心的笑了。她一心想念曾孙女，
可能把小小当成暖宝了。爹地，你来啦！太奶奶又变回了小孩状态。太奶奶，你今年几岁啦？你拍3，我拍3，3岁。我今年3岁。那他是谁？他是爸爸，是爸爸。小小，可有破解之法？爹地别担心，我能治好太奶奶的。你能治好？那只龙龟吐出的气有毒。那是我买来催财化煞的瑞兽，怎么会有毒呢？邪祟消散，岁岁平安。那团黑气是什么？那是毒气，而且还是冰山一角，还有一只更大的在等着我们。这是什么？这里居然藏着一间密室，毫无疑问是傅家光背后搞鬼。这2只龙龟一公一母，被金枝浇筑，心中无尽怨气，还加了特制药水，就变成了剧毒之源。太奶奶就是中了这毒，智力退化，时日难测，就连身边的人也难以幸免。怎么会这样？清墨，小小，你们怎么在这里？太奶奶，你好啦！看脸色，是比刚才好多了。小小，奶奶的病真的好了吗？这是1，这是2，那么1加1等于几啊？3。虽然太奶奶从3岁转化到了4岁，但路还是很长啊，我们得慢慢来。太奶奶，您先休息一会儿。小小，奶奶的病能断根吗？我一会儿给她扎上9玄神针，再配合师傅给我的八卦镜，毒就全解了。那，请开始吧。这就是9玄神针，我先给她针灸。9玄神针满啦。弟弟，你看，太奶奶的毒少了好多。感觉是不错，保证能好吗？爹地，你就放心吧，办法总比困难多。不好！奶奶，奶奶！太奶奶，住手！哪来的小丫头？干什么呢？我给太奶奶治病呢。太奶奶？难不成他是你爸？是的，他就是我爹地。你见到有钱人就喊爹爹，你懂什么医术？都快把老夫人治死了！闭嘴！你们来干什么？哎呀，大哥，我们这不是担心奶奶的身体吗？我们请来了黄道仙，他可是坐镇青名山白云观，医术了得。你胡说，我师父才不长这尖嘴猴腮的样。你个乳臭未干的小屁孩，你懂什么？老夫人居然还没有被毒死。不过你放心，今天黄道仙的催命符绝对送你去西天。黄道仙，你赶紧去看看奶奶。别捣闹，
让！老夫人这病啊，实属蹊跷，但也不用怕，只要我一道保命符就能化解。不对，你这是催命符，会将身体里的毒素封印住，无法化解。爹爹，千万不要让他对太奶奶用符。这小屁孩什么来头？竟然能看出这是催命符！大哥，奶奶不计前嫌将小副总接回家里，又让我做她的干孙女，我们怎么可能会害她呢？还催命符，我看你是无脑短剧看多了吧？黄道仙，还不赶紧用符！爹爹，这真的是催命符，太奶奶的病本来能治好，就是会慢一些。但是要是用了这催命符，会死的呀！住手！大哥，你难道真的要相信一个小屁孩的话，耽误老夫人的治疗吗？就是啊，大哥，黄道仙德高望重，他可是星明山白云观来的，这小孩的话能相信吗？爹爹，我根本就不认识他，我的师傅是白眉道长，他肯定不是从清明山来的。快下来，快下来！这东西怎么弄不下来呀？这小鬼头还真是眼疾手快，我这个干女儿不简单呢。真是晦气，小兔崽子，看我打死你！你动我女儿试试！你爹爹好帅啊！哎呦！快喝了这6甲咒水，能化解催命符。敢害我太奶奶，我给你加点料。大哥，这小孩都把老夫人治吐血了，我请黄道仙过来，真的是为了救治老夫人啊！就是啊，我们也是为了老夫人的健康着想啊。这里居然藏着一间密室，毫无疑问是傅家公背后搞鬼。到底是谁想害老夫人？我知道的一清二楚。大哥，你什么？你怀疑是我？奶奶，清墨、嘉光、珊珊，你们怎么都在这儿啊？你该庆幸的是奶奶目前没事，不然你就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。你，看来爹爹早就和他们不对付了，说不定毒龙龟也是他们搞的。大哥，都是一家人，我们怎么可能会害奶奶呢？害我？没。奶奶的钥匙为什么在你手上？你最好给我个合理的解释。大哥，奶奶不是经常出门吗？这是奶奶给嘉光的备用钥匙，你收好，收好。收好，收好。他刚被奶奶找回来，现在还不是收拾他的时候。我公司还有事，回头找你们算账。我也去。我们走。傅京墨，下次可没这么便宜你了。怎么回事？我肚子怎么了？厕所在哪儿？快！看你这么嚣张，让你尝尝厉病咒的厉害。小小，你可真是太调皮了。糟了，不敌神树开花结果之前，我不能施法做坏事。小小，你怎么了？快送医院！无论你是不是小福星，你都是我傅金墨的女儿。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女儿，我不能再失去另外一个女儿了。爹爹，小小，你终于醒了，感觉怎么样啊？爹爹，我没事，谢谢你一直陪着我。傅先生，令千金的身体并无大碍，
所有的检查都已完成，结果显示他只是因为情绪波动和体力透支导致的晕倒，休息一下就能恢复。谢谢你啊，医生。小小，你为什么会突然晕倒啊？我知道原因，爹爹。我用法术做了不好的事。什么？我在水里加了利病咒，让那个对太奶奶和爹爹一直都不好的坏叔叔不停地拉肚子。小小，这样做是不对的，但你的心意，爹地感受到了，很感动。爹地，我一定要照顾好你。你和太奶奶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亲人。小小，谢谢你。爹爹，你也是喜欢小小的，对吗？当然啦，你是我最珍贵的宝贝。真好。无论爹地是不是真的喜欢小小，小小都会一直照顾你，保护好太奶奶。小小，小小，小小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太奶奶，你又恢复了。你是谁啊？你是他的爸爸，还是我的爸爸？太奶奶，副总，老夫人现在病情时好时坏，她非要前来看小小姐。刚才还都好好的，现在知道了。爹爹，看来太奶奶的病得用点猛药了。小小，你真的这么想？九玄神针不能根治太奶奶的病，但我记得有一个古老的偏方，一定对太奶奶的病有效。小小真厉害。奶奶的病是被人陷害的，虽然小小医术高明，但这种情况也实在太为难她了。小姐，你想帮副总和老夫人很好，但一定要量力而行。不要小看小小，小小一定能找到方法治好太奶奶的病的。好，爹地相信你。等着瞧吧，我一定会让你们看到我的厉害的。哦，副总，我差点忘了，这2天有一个新春拍卖会，听说有一颗能治疗百病的上古灵芝，要放在拍卖会上拍卖。如果能得到这颗上古灵芝，那老夫人的病或许能够治愈。所谓的上古灵芝，也只是拍卖会的噱头而已。刘管家，你知道我不信这些迷信的。副总，上古灵芝声名赫赫，不仅仅在养生修仙界，即使是在商界也是万人追捧，这可是很好的机会。再说了，买回来收藏或是送人也好。上古灵芝及日月之精华，那可是能帮上大忙的灵气，我也想去看看。爹爹，小小也想去拍卖会，好不好嘛？小小也想去吗？好，那我们就一起去。一起去。臭丫头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！听说小副总这次吃了个大亏，听说厕所都堵了8回。那么个大男人被一个小丫头片子整得这么惨。我天哪！上古灵芝，我来啦！那灵芝真能治奶奶的病？算了，只要小小喜欢，就买吧。那不是富士集团的副总吗？他牵桥女孩是谁啊？不知道呀，不是说富家小小姐已经失踪5、6年了吗？不清楚。你这刁滑歹毒的小妖女，谁让你来这里的？上次害我跑了3天厕所，这笔账我还没跟你算呢。傅清墨，你让这种野丫头留在傅家，是打算引狼入室，搞垮傅家吗？叔叔啊，你上次喝的茶效力还没消呢，越生气越容易拉肚子哟。
是吧？看小副总这酒样，拉了3天肚子呢。不管你这次再用什么药法，我一定会拍下上古灵芝。想要治好老夫人的病，还轮不到你们来，我就骑驴看唱本，走着瞧。各位来宾，欢迎大家参加阿九集团2025年新春拍卖会。今天我们将为大家呈现3件珍贵的拍卖品。接下来是第一件拍卖品，上古灵芝。上古灵芝吸天地之精华，哪怕就是看一眼也能达到扶正固本、补气益血的效果。在座各位如果能够拍下它，定能百病消退，延年益寿，长生不老。我的天哪，这上古灵芝是神农氏尝百草时就尝过的，据说他活了150岁，仍然保持童颜。没想到上古灵芝的样子，通体金黄，像大扇子。这等宝物不知道能拍多少价格呢？现在我宣布，第一件拍品正式开始拍卖。神农氏尝过的上古灵芝，起拍价100万，最低加价不得低于50万。好，100万，200万，300万，350万，1000万。哇，1000万啊！副总真是大手笔啊！看来这灵芝他是志在必得了呀。傅金墨，我看你带着这个小黄妖女，傅氏集团迟早毁在你手里，不如你把这个机会让给我，如何？傅家光，这颗上古灵芝我要定了。那我出1050万，2000万。哇，2000万，2050万，这是要打起来了。3000万。爹爹，这不是上古灵芝，更不可能被神农氏尝过。小小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师父跟我说过，神农氏不仅是农业的开拓者，还是中医药的奠基人。他尝百草是以身试药，确实也尝过灵芝。不过在辽代神农像里，灵芝是红色的，并不是华丽浮夸的通体精华。加上灵芝是像小雨伞一样的，这样才能更好传播他的孩子孢子粉。怎么会是像一把小扇子呢？不对，这货不对。你个小屁孩，你懂什么？还敢在这里夸夸其谈，少在这里捣乱！叔叔，你既然喜欢，你就多花点钱买啊，不要老是在我爹地的后面加个小尾巴。哦，你是不是出不起这个钱啊？这小丫头真是伶牙俐齿啊，对的小副总都说不出话了。这小姑娘说的对呀，谁让小副总跟着人家大副总后面出价呢？出不起钱就别出啊！1个亿，这个上古灵芝我要定了！天哪，他出了1个亿！小副总是不是疯了？疯了吧？这灵芝到底值不值那么多钱啊？既然小小说不喜欢，那我就不加价了。你既然那么喜欢，我就把这个机会让给你，这颗灵芝就是你的了。哎呦，这小副总的脸色真是青一阵白一阵呐！一个小目标呢，小副总该不会是出不起这个钱吧？谁说我出不起？我只是觉得这颗灵芝不值这个价而已。傅先生，请您上台，让我们共同见证这上古灵芝的归属。叔叔，你怎么又喝茶？茶喝多了容易跑厕所哦。你个小妖女，是不是又用肿了？叔叔，你想多了，我只是关心你而已呀。你什么这套？这个小副总是一朝被蛇咬，10年怕井绳啊！那是啊，拉个3天3夜，厕所都堵了8次，谁受得了啊？我一点也不渴，这茶水不喝也罢。要不是他对爹地和太奶奶不好，我才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用力病重。十分感谢傅先生的慷慨解囊。接下来我们为大家呈上最后2个拍品。这2个盒子是上周刚刚出土，我们将以盲盒的形式进行拍卖。
在被拍下之前是不能够打开的。这都什么？不就2个破盒子吗？而且左边那个盒子也太破了吧，不会是从垃圾场运过来的吧？各位嘉宾稍安勿躁，这2个盒子是在神农故里湖北随县出土的，里面可能有神农氏的传世之宝哟。神农氏，他可是化祖龙宗太古时代的药仙呐！要是里面真有什么绝世宝贝，那足够震惊全球了。可是没拍下来之前也不能打开，这不是和赌石很像吗？万一里面的东西不对，那不就赔了吗？现在各位嘉宾可以上前来观察2个盒子，但盒子是密封的，请不要人为打开。我们也去看看。啊？哎，你说里面到底有什么呀？这盒子看起来平平无奇呀，没什么特殊啊。哦，嗯，嗯，爹爹，木盒子不对，铁盒子可以。小小，你是怎么知？我听到了，爹爹，小小的耳朵很好用。我听到铁盒子里神农大帝来自远古的声音，好像是从外星球传来的。木盒子看上去古色古香，但里边的声音很奇怪，我不喜欢。真是搞笑，小姑娘，你的耳朵里是安天线了吗？远古的声音都能听到？你神话故事看多了吧？叔叔，这你就不懂了。所谓医者，讲究望闻问切，耳聪目明。但是有些人的耳朵呀，就只是装饰品，听不懂人话。好，各位嘉宾请回座。现在开拍第2件拍品铁盒子，起拍价20万，请各位嘉宾出价。1000万。他疯了吧？直接就叫出了1000万，这让我们想加价的怎么加呀？那个铁盒子一看就不对，上面锈迹斑斑不说，古代哪会有铁呀？不过是现代垃圾焊接而成的，我看呀，还是别加价了。我的铁盒子可比叔叔那个上古灵芝好用多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什么你听不见吗？你果然该去医院看看耳朵。你这1000万和我女儿喜欢比起来，不足挂齿。只要她喜欢，别说1000万，就是1个亿、10个亿，我买来也就当给她玩玩了。除了这1000万，我再拿出2000万，投资建设神农氏的故里，算是对这份馈赠的答谢。至于投资人的名字，就写我的女儿小小吧。1000万就拍个垃圾堆来的话，还格外投资捐款，这谁要跟他抢啊？就是啊，我看还是等一下来拍木盒子吧，说不定真有宝贝。感谢副总的慷慨解囊，请把铁盒子送走，拿到副驾。等等，不必送到副驾了。既然我们富家兄弟都在拍卖会，还有这么多人见证，那我们是不是都有查看盒子里东西的权利？就是我们想看看，我们也想看，看看。爹爹，可以给大家看，我们等一下。当然没问题啊，这个铁盒子本来就是买给你的，只要你喜欢，你怎么处理都行。那我们等等看，是不是我选的铁盒子里的东西比木盒子里要好很多吧？小小，你确定？小小相信自己的耳朵不会听错。感谢2位的配合，那我们就等一会儿，这个紫檀木盒拍出去后统一打开。好，这下有好戏看了。尊敬的各位来宾，接下来我们拍卖的是本场最后一件拍品紫檀木盒，起拍价200万。咱们好不容易来次拍卖会，总共就3件拍品，既然都和神农氏相关，想必一定有其特别之处。这最后一件拍品，我是不会让给别人的。是啊是啊，往往压轴出场的绝对会出大货。紫檀木盒要是真能拍出绝世宝贝，那可是光宗耀祖的好事啊。是啊，500万、 600万、 ，800万。 5000万、
5000万，5000万，这么天哪多，5000万！小小，你确定不想要这个紫檀木盒了吗？如果你想要的话，爹地也可以随时拍下来给你啊。不要啦，里面的声音很奇怪，好像在说别选我，别选我。好，等一下打开盒子，爹地就都明白了。不管里面有什么，你能玩得开心就好。恭喜傅家光先生以5000万的价格拍下了这紫檀木盒，好一副父爱如山呐！你们接着，等一会儿，我把这紫檀木盒里的宝贝开出来，打你们的脸。好了，2个盒子均已拍出，接下来是开盒环节。本次我们有幸请到了古玩界的泰斗大师马大师为我们见证，大家掌声有请。有请2位上台开盲盒。等等，爹地，开盲盒的机会能给小小吗？小小最喜欢玩这个游戏了。当然没问题啊，这个盒子呀，就是你自己的，想去开呀，那就去开。我也要亲自开盲盒，我倒想要看看我盒子里的东西和你盒子里的东西有什么不一样。这2个盒子，一个1000万，一个5000万，价格也太高了，真不知道里面的东西值不值这个价。那可说不好，开盲盒这事儿啊，玩的就是心跳。哼，小屁孩，这里可是大人的拍卖会，你可别一会儿开出些破铜烂铁，哭鼻子要求退货哟。哼，谁是破铜烂铁还不一定呢。要是真来个收破烂的，第一个收的就是你这个大破烂，大破烂。我倒要看看里面装的什么宝贝。我也想看看，看看谁的才是真宝贝。哇！天啊，这是真的吗？哇，这盲盒里还真开出了好东西，这些古董如此明艳，还有这本古籍，是不是什么失传的医书啊？这次小副总真是打眼了，这紫檀盒子里啊，哪有什么宝贝啊？5000万做点什么不好？这是怎么回事？紫檀木盒里怎么会是这些东西？你们必须给我个解释！傅先生，我们主办方一切都是按流程办事，盲盒里会开出什么，我们也不知道。你，姐姐，我做到了，我做到了，我找到了真正的宝贝。小小最厉害了。这居然是神农造世鼎！这居然是神农造世鼎！太完美了真的假的呀？切，不就是个破鼎吗？谁知道是装过什么的？有什么稀奇的？拍卖会上见多了。这位先生，您一定是有见识的人，各种青铜鼎确实不少见，但这个鼎真的不一样。那有啥不一样？不都是个装东西的鼎吗？哎，此言差矣，这神农造世鼎乃神农氏尝尽百草所铸造，能寄予天下万物之灵气，炼造连神仙都羡慕的旷世神药，并且还具有隐秘的神奇力量，其炼造的丹药能解天下奇毒。哇！你们看，这里有炮制丹药所留下的痕迹，这可是药仙神农氏使用过的，是千金难买的无价之宝啊！药仙，神农氏用过的，千金难买，无价之宝呀！奇怪了，这不是师傅装香灰的鼎吗？后来丢了，怎么会在这里出现？这本古籍看上去破旧，是有些年份了，上面的字我也认不太全，但我可以肯定，
这也是件宝物啊！啊！竟然是那本失传的《神农本草经》。师傅曾经说起过这本医书，说它记载着治愈百病的奇方，还有不少失传的治疗方法和秘方。没想到在这里看到了它。小丫头，这次拍卖会，你可是捡到大漏了。师傅曾经教过我医术古方的文字写法，所以我能看懂。有了这本古书，太奶奶的病有希望了，一定能很快治愈的。你们看，这里的每一件是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啊！哇，这么好的宝贝，这些东西在白云观数不胜数，总有人拿这些去找师傅求这个求那个。从记事开始，我都见过无数件了。哎呀，早知道我应该加点价，拍件铁盒子啊！你能拍得过副总吗？人家可是为了自己的女儿花多少钱都愿意的呀。是呀，有这样一个疼爱他的爸爸，做父子的女儿真是幸福啊！哼，什么价值连城？我看这些东西也就是普普通通，哪有我这上古灵芝有用啊？傅先生，这拍卖会上东西有真有假，我也不敢保证每一次都看得对。但这上古灵芝，我先不说它是不是上古时期的，我敢肯定，它根本就不是灵芝。你放屁！你怎么能证明这不是灵芝？小副总，稍安勿躁，我慢慢讲给你听。来，您看这里，这里有我去年篆刻的题款，我是不是可以证明我自己不是来自上古时期啊？什么？这灵芝是你送给别人的，所以会用你自己的题款？其实从小我就是个木雕师傅，后来入了收藏界，为了报答师恩，我找了一株大树根，雕刻了一个木灵芝送给恩师。后来不知道怎么就传说成了上古灵芝，还传说成是神农氏尝过的，老夫惭愧。这马大师手艺真不错啊，都以假乱真了。1个亿买了马大师的工艺品，还被现场识破，这小副总真是冤大头啊！是啊，看来这次是真打眼了。这小副总狗急跳墙了，翻那堆破铜烂铁了。哎，马大师，你看这件宝啊，这个是山里人晚上怕冷上厕所接尿用的，你怎么还捧在手心里啊？哎，马大师，您看这里面一个字都没有，是不是什么神秘古籍啊？这上面有隐形字体，快拿出来！含一口，喷在上面。我自己来？你的东西难不成要我来？哇！有病就去看医生。小副总，这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在跟你闹着玩呢。不是我干的。那就是他点子呗。那这紫檀木盒应该很值钱吧？这个确实是个紫檀木盒，但价值绝对不会超过5000万啊！这还没回本呢。不是超过5000万，是5000块。副总，这还是看在它是一个老物件，它就是一个装垃圾的木盒子。不过这铁盒确实是件宝物，为上古云铁所打造，坚实无比，寒气逼人。看着上面的维斯台灯纹，这确实是一个宝盒啊。小副总，您要是愿意割爱的话，
我愿意花10万块买回我自己亲手打造的木灵芝，送回我的恩师。一个亿加5000万，我花了整整1亿5千万，要不怎么叫富家光呢？真是把富家都败光了。听说他是富家私生子，刚被找回来就花了这么多，可能又要被赶出去了。爹爹，那本《神农本草经》，请一定收好哟，它可以治太奶奶的病。就是那本书吗？没错。上京世家，城市家主到。我愿意出10个亿，买下这。我愿意出10个亿，买下这个铁盒子。啊，10个亿，个10、100、千万、10万、100万、千万、亿，10亿！天哪，10个手指头都掰完了。爹爹，你能买下好几家上市公司啦！真不好意思啊，这是我女儿喜欢的，无论开多少钱，我都不会卖的。爹爹，我们只要古籍和那个鼎就行了。古籍用来治太奶奶的病，那个鼎送给你，你收藏起来，以后或许能用上。小小，你处处为我和太奶奶着想，是我们富家的好女儿。太好了，有了这个神农氏的铁盒，我的女儿总算有救了。这个铁盒子能救叔叔的女儿？我家女儿患上了怪病，一直昏迷不醒，做身体检查没有问题，请遍了名医没有效果，目前只能求助于神仙了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如果我能救治她，不就是积累福报吗？我替叔一定能早些结果，我也能早点认亲了。叔叔，我可以治好小姐姐的病。你一个小孩懂医术？爹爹，我们一起去救小姐姐吧。我女儿虽然年纪尚小，但也精通医术和玄学，要不让她试试吧？虽然只是个小孩，但毕竟出身富士，反正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，让她去看看也无妨。那好。哇，这么多！这里什么药材都可以用吗？程家祖上18代经营药材，是上京最大的药材供应商。你想要的，我们这里都有。人参、鹿茸、灵芝、雪蛤、麝香，应有尽有。上京程家，富氏集团旗下医疗体系的供应商，之前是傅家光把持，没少在其中做口。说来惭愧啊，各种灵丹妙药都试过了，但是就是治不好我的女儿。当然啦，小姐姐用这些都没有用。那什么有用？什么都不用。什么都不用？小丫头，你什么意思？什么都不用？这不是在羞辱程家？无药可用吗？老伯伯，您别误会，虽然什么都不用，但只要有了这针灸，小姐姐一定能醒来。哼，我在程家效劳半辈子，有幸获得药王的名头，见过无数名医大佬，从未听说过扎几针就能把病治好的。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。好，要是治不好小小姐，我就把你这个小丫头丢出去，还有你富氏集团的医疗合作直接拉进黑名单，到时候整个华国没有人给你们供应药材，你们就等着倒闭吧。我相信小小。爹爹，小小不会让你失望的。那既然如此，请随我前往上京，去治疗我的女儿。不用。可以1年针灸。什么意思？1年针灸？你是说通过1年施针就能医治我远在上京的女？要说这针灸治病，倒有耳闻，但是这1年针灸闻所未闻呐。是呀，真不知是我们没见识了，还是那小丫头吹大牛呢。
胡言乱语！我看应该马上取消和富氏集团的合作。副总，不瞒您说，自从你富氏富家光接手医疗体系，程家已经多次想取消合作。这次你主动提出要治疗我小女儿的病，我还在考虑富家老大是否稳重可靠，想将合作交质于你。没想到你竟然带着你的女儿信口雌黄，你们兄弟俩可真是一丘之貉。程家主，我的女儿小小言必有据，她说可以，那就一定可以。小小姐的病情不是玩笑，岂能死马当活马医，还请三思啊！小姐姐的病除了我无人能治。你这就是传说中的九玄神针，竟然强化到隔空御针，厉害啊！今天就让你们看看什么叫九玄神针。他竟然可以一下子驾驭3个银针，他正在用意念施针。急！虽然九玄神针我意念只能用3针，但这已经足够治好小姐姐的昏睡症了。这仅仅是3针，要是9针齐出，那场景可就太震撼了。真是大开眼界啊！1针辟邪祟，2针调阴阳，3针转生死。落。好啦，小小姐的病治好了。这就治好了？小小姐又没在这里，你就玩了几套江湖把戏，就把病治好了？我看你就是个骗子。程家主，小小姐有没有打电话问一下便是。对。什么？小小姐醒了？快把电话给我！我女儿醒了！爹爹，看来给太奶奶治病，我的记忆增长啦。这次有了古书，我一定能治好太奶奶的病，让她长命百岁。好，小姐，真是太感谢你了。我女儿，她真的醒了。第一个要见的人就是我，她的爸爸。小小姐，这是我的一点谢意，这些钱，请你务必收下。副总，这份合同是程家和富氏集团的合作意向，从今往后，我们程家继续跟富氏合作，并且无条件支持你，傅京墨。哇，太棒了！弟弟加油！加油！小小，程小姐昏睡多时，各种名贵药材用后都没见好，怎么你不用药材，只需要几针，而且隔空就能治好了？这是因为程家是药材世家呀。程小姐小时候什么药都用过了，说明大多数药都没什么效果。你想一想，如果经络不通，还用各种补药，是不是越用效果越差呢？小小，你好聪明啊！而且九玄神针可不是普通的针灸哦，是我师父白眉道长亲授的。太奶奶扎针的效果一般，是因为她身体里聚集的太多的毒素，但是对还是孩子的程小姐来说，效果是蛮好的，所以隔空就能治愈。爹地都不知道小小有这么厉害啊！那还不看看我是谁？
我可是爹地的女儿啊。爹地为你感到骄傲。这次做了好事，菩提神树应该能开花结果了吧？小小，我们走吧。天，太奶奶，我今天得到了一本古籍，我得好好去看，看懂了就能治好你的病了。古书有没有我这本书好看呀？快给我看看。太奶奶，以后有了这本书啊，你就不用看那本啦。好。爸爸，那我去啦。好。哎，小小，奶奶，您清醒了。小小，算了，小小也累了。奶奶，小小得了一本古书，说要研究给您治病的药方呢。多亏了小小啊，要是暖宝还在，也像小小一样的聪明可爱呀。奶奶，如果找到暖宝，小小也永远是我的女儿，她在我心中没有人能替代。你能这么想啊，我就放心了。小小是个好孩子，我们要好好待他。师傅，是小小吗？最近有没有积德行善，做好事啊？有，我今天治好了一个小姐姐的昏睡症。小小真乖。菩提神树上有什么变化吗？有啊，已经结了88个果子，刚才呀，又开了68朵花。看来小小还是很厉害呀。小小，你最近有没有遇到什么特别的人呢？有，我遇到了对我很好的爹爹和太奶奶。太好了，你一定要加油努力，早日还亲人福报啊！好，那我先忙去啦。我一定能找到古书的方法，治好太奶奶的病，让师傅大吃一惊。小小小姐，小小小姐，小小小姐已经3天没有出来吃饭了，这样下去可怎么得了？小小小姐，小小小姐，你让开，让我来。啊！爹爹，我看懂了，我看懂了，我终于找到治好太奶奶病的药方了。太奶奶，尝尝我给您做的药膳吧，一定能恢复的。好。哎呀，这味道真棒啊！我好像头也没那么晕了，走路也有劲了，可能真的要恢复了。奶奶，您喝药膳的这几天一次都没犯病，看来真的见效了。这可多亏了我们的小小啊。爹爹，古书真的有效，太奶奶的身体马上就要恢复了。我的乖宝贝呀！我的女儿小小啊，就是我们傅家的福星，谁也替代不了。不，小妖你发现了密室，破坏了龙龟阵。他还按照古方炮制药膳，老夫人已经完全康复了。现在遗嘱要是在傅静默手里，你在拍卖会上又欠了那么多钱，老夫人康复后肯定会将你赶出傅家。住嘴！一定要让那个小妖女付出代价。付出代价？你不知道吧？那个小妖女就是傅静默的亲生女儿。什么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她是傅静默的亲女儿的。小小暂时让我恢复了清醒，我觉得她就是我的曾孙女儿。把这个拿去做个 DNA 亲子鉴定，此事务必要保密呀。是。
老夫人让胡大夫做亲子鉴定，没想到被我截胡了，也就给了10万块钱而已。他是个聪明人，知道该怎么做。干得漂亮，我有办法了。你准备怎么做？随时观察老夫人。你过来。我们……你想让我们的私生女妮妮代替她，这能行吗？怕什么？没人知道我们生了妮妮。干完这一票，我会出国躲债，成败就此一举。这……你总不想让妮妮一辈子不见阳光吧？搬到夫家拿到财产，我们就团聚，重新将身份改回来，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好。快放我出去！快放我出去！有人吗？救救我！有人吗？快放我出去！有人！居然是那个孽障！快放我！当初没有弄死你，现在正是机会！有人吗？快救救我！救救我爹爹！救救我爹爹！我好冷！小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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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小！哎呀，这孩子去哪儿了？他刚刚还说给我做药膳，一下这人就没见了。奶奶，您别担心，小孩喜欢到处乱跑，我已经让人去找了，很快就会找到了。这天都要黑了，他一个小孩子家的，万一遇上个坏人，可怎么办呢？奶奶，小小聪明勇敢，一定不会有事的。你先回去休息，我出去再找找啊。太奶奶还没有喝完最后一碗药膳，我得坚持住。小小，是你吗？怎么了？菩提神树又开花了，真是为难小小了呀。是时候我要亲自下山一趟，看看小小了。怎么样，找到了吗？副总，已经找遍了傅家所有的房间和公共区域，都没有找到小小小姐。继续找，每一个角落都不要放过。是，快跟我走。副总，还有个地方我们没搜。哪儿？冷库，那里平时没人去，钥匙也不在我们手上。走，快带我去。谢谢爹爹和太奶奶，谢谢你们给我温暖的家，小小永远永远爱你们。太奶奶，请原谅小小，不能给你做最后一碗药膳了。师傅，菩提神树上结满了果子吗？我还没有来得及给你修山道观呢，好想和你说最后一句话。小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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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小。爸爸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，这里好冷哦。没事了，小小，爸爸在这儿，爸爸会一直陪着你的。爸爸，我终于不用叫你爹地了。爸爸，我是不是要死了？不会的，小小，你一定会没事的。奶奶在家等你回家，给她做最后一把药膳。小小，你坚持住，坚持住啊！小小，副总，救护车快到了。都怪我没有看好小小。奶奶，这不是你的错，谁都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。如果小小真的有个3长2短，我可怎么对得起你呀？奶奶，别说这些了。老夫人，副总，小小小姐的身体已经好转，很快啊就能苏醒过来。
不过什么？我发现小小小姐的血型和失踪的暖宝小姐一模一样。暖宝明明已经失踪了，难道之前老夫人让我给小小小姐做 DNA 检测，结果很快就能出来了。你说小小会不会？你说小小会不会就是暖宝？小小的长相和暖宝母亲沈玉荷很像，可是沈玉荷去世之后，暖宝就失踪了。难道她就是暖宝？如果小小真的是傅家的血脉，那可是天大的喜讯呐！奶奶，您这话说的，难道小小不是我们的血脉，您就不爱她了吗？当然不是，但我也想能有这样大的福报啊！爸爸，太奶奶，小小，小小，你醒了。小小，你是怎么被锁进冷库里的？我不记得了，我只记得当时有人在后面推了我。难道是傅家光？好了，小小没事就好，咱们回家吧。回家。爸爸、太奶奶，你们快坐。好嘞。今天我给太奶奶做最后一碗药膳，太奶奶，你喝完这碗药膳啊，你的身体就痊愈了。小小，你刚从医院回来，还是要好好休息啊。是啊，小小，你看我现在睡得好，精神足，早就恢复了。你好好休息啊。那可不行的，最后一碗药膳也很重要。小小不累，小小这就去做最后一碗药膳。好，小小，你去吧。那我去啦。副总，亲子鉴定的结果出来。胡大夫，老夫人，副总，报告出来了，您还是自己看吧。啊。奶奶，奶奶，别难过。虽然小小不是我的亲生女儿，但在我心中，早已是我的家人了。是啊，是啊。小妖，你命真大，看来只能按后续计划交给你来做了。一定要出国吗？你让我和妮妮怎么办？不躲不行了，傅期末已经派人盯上我了。可是没有后路可言。我等你消息。副总，老夫人，珊珊小姐带着暖宝小姐回来了。奶奶，你冷静一点。这些年冒充暖宝来认亲的事情还少吗？是啊，因为小小，我又有些想暖宝。这一次是珊珊带过来的，说不定不一样呢。要不我们让她进来看看好不好？我倒要看看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让她进来吧。大哥，老夫人，我知道你们对暖宝的身份有所疑虑。当年我最好的闺蜜暖宝妈妈沈雨荷去世前，我帮忙照顾过暖宝。暖宝妈妈去世，暖宝也失踪了。我留在傅家做您的干孙女儿，就是为了找到暖宝。现在我终于找到了，原来她是被山上的道长收留，于是将她带了回来。暖宝失踪的蹊跷，当时你可知情？孩子，你过来，让太奶奶看看。看，她长得有点像咱们傅家的孩子。她长期生活在山野，有些认生，但对我很亲。说这些都于事无补，你要如何证明她就是暖宝？
暖宝小的时候我抱过他，他的胳膊上有个痣。虽然你们觉得可能是巧合，我带他做了 DNA 亲子鉴定，结果显示就是大哥的亲生女儿。什么？你带他做了 DNA 亲子鉴定？是的。暖宝，暖宝，暖宝，真是太好了！暖宝终于和爸爸还有太奶奶团聚了。爸爸、太奶奶，最后这碗药做出来了。好。哎，哪里来的小妹妹啊？好可爱呀！小小，这是爸爸的亲生女儿暖宝，也是你的小妹妹。以后她就是我们家的一份子了。暖宝，这是小小，你的小姐姐，也是傅家喜爱的宝贝。小小，以后可要好好照顾照顾小妹妹啊。放心吧，以后暖宝就是我的妹妹了，我会好好照顾她的。爸爸，刚才小小手被烫伤了，好疼哦！我们傅家的宝贝曾孙女回来喽！太奶奶送给你的公主裙，喜欢吗？太奶奶，我太喜欢了。爸爸，好看吗？暖宝真好看，就是有点瘦，以后啊要吃好睡好，营养跟上。大家怎么都在这里啊？这些都是爸爸和太奶奶送我的礼物，好看吗？哎，好看！暖宝的亲爸爸和太奶奶对暖宝就是好。谢谢爸爸和太奶奶。小妖女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，而我女儿妮妮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。申玉和，你的女儿真的和你一样蠢钝如猪。来，暖宝吃饼干。暖宝不吃，就要被大灰狼吃喽！呀，小小来了。叶阿姨，我给暖宝妹妹送福袋了。暖宝，这福袋里面有福卡、本命符、平安扣等10多种辟邪纳福物品，是师傅开过光并陪伴我很多年了，现在送给你，希望你平安顺遂，每天都快快乐乐的。哎呀，暖宝啊，已经有这些东西了，而且这些东西啊是放在厕所这种地方的，随身携带恐怕不合适吧？不是的，叶阿姨，随身带着真的有用的。暖宝，你就试试吧。来，暖宝吃蓝莓，来，这个吃了好。那就先给阿姨吧。爸爸、太奶奶，暖宝困了，想回房间。暖宝困了，那我们去睡觉好不好？爸爸，你给我讲故事吧。好，走。这不是我昨天送暖宝的福包吗？怎么变成了这样？好吃。暖宝，你为什么丢掉我送你的福包？姐姐，你好凶啊！哎呀，小小，暖宝肯定是不小心弄丢的。
都被撕破弄脏了，里面的东西也丢了，怎么会是不小心呢？好了，小小，这福袋是昨天你自己送给暖宝的，现在你这个当姐姐的又凶她，你看都把暖宝给吓哭了。我只是觉得这个福报对我很珍贵，但是暖宝却不当一回事。好了，暖宝，吃完饭我们就去游乐场吧。好耶，去游乐场了。小小，有什么事我们回来再说吧。小小，乖小小，别伤心了，乖。你看啊，太奶奶给你带来了针线包，太奶奶给你缝好福袋，很快就和新的一样了啊。太奶奶，没事，没关系的。小小真是个好孩子。人都到了，开饭吧。小小，来尝尝这个。小小，吃豆豆长肉肉。太奶奶，不要再给小小夹菜了，小小不吃狗肉和蒜苔，还有很多不吃的。好，小小自己吃。没想到在他们心中，这小丫头还是这么重要。哎呀，看来小公主挑食得很呀，这也不吃那也不吃，不像我们暖宝，小时候就没吃到什么好东西，现在一点也不挑食。叶阿姨，不是我挑食，是修道的人吃东西有些讲究。狗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，不管主人贫富，都始终陪伴在左右，这在道教中是一种美德，所以我不吃狗肉的。而蒜苔是五星之一，吃五星会影响身体的宁静，不利于修炼。是啊，珊珊，小小一直跟着他的师傅修道，饮食上有讲究也是正常的。小小来夫家之前也吃过不少苦，并不比暖宝过得好。我希望我们不要把傅家欠暖宝的那一份，让小小来承担。你之前说暖宝也是被道长收养，难道他没有这些饮食禁忌吗？这我也不清楚啊。算了，饭菜要凉了，赶紧吃吧。小小啊，你看，我们家也不吃狗肉和五星了，放心吧。这小妖女可真不好惹，差一点就露馅了，看来得尽快除掉她。真不该喝这么多水，晚上还得跑厕所。这小妖女真不好对付，她不仅治好了老夫人，还差点让妮妮露馅。你在国外怎么样了？赶紧想个办法。叶阿姨，谁？难道是我听错了？叶阿姨好奇怪啊，她带回了暖宝，又是太奶奶的干孙女，应该不是坏人了。再看看再说吧。来，小小，喝牛奶。喝牛奶，喝了牛奶以后长得高。太奶奶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人老了都很正常的。可能是病愈后遗症。太奶奶没事的，小小帮您按摩一下就好啦。小小有心了。副总，警方已查明是傅家光修改遗嘱而陷害老夫人，现在他欠了拍卖会不少钱，已经逃往国外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当初啊，我真是糊涂，引狼入室啊。太奶奶，别这么说，这不是你的错，要怪就怪那个坏叔叔，本身就坏。不行，一定不能让傅家的人好。我已经按你的吩咐查明了古书里的药方，
那小丫头的药膳确实高明，但也有办法对付。这包药粉是专门针对富家人的体质液质，你悄悄加入到他们的饮食当中，老夫人喝下，病情必定会加重，傅季墨也会变得虚弱。好，傅家，我就是你们的灾祸。哼！妈妈，你在干什么？妮妮，不是和你说过很多次了，在傅家不能叫我妈妈，要叫叶阿姨。再说了，你也不是妮妮，是暖宝。好吧，我演得好累啊，什么时候能换回称呼？很快了。暖宝，帮阿姨一个忙，把这壶茶送给爸爸和太奶奶。好。真没有想到是傅家光害了我们傅家。奶奶，都过去了，相信警方一定会将他们绳之以法的。爸爸、太奶奶喝了暖宝的花草茶，就不用唉声叹气了。暖宝真是傅家的小暖宝，谢谢你哦。真乖，爸爸这就喝。来，喝暖宝煮的暖茶。爸爸，太奶奶不能喝。小小，怎么了？小小，这茶为什么不能喝？我刚刚感觉到这茶气味不对，喝完会出问题的。啊？小小姐姐，你乱说，这只是一壶普通的花草茶。暖宝看爸爸和太奶奶这几天总是愁眉不展，也想帮他们分担，怎么可能会害爸爸和太奶奶呢？是呀，小小，暖宝也是一片孝心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暖宝呢？叶阿姨，小小姐姐说花草茶的气味不对，不让我给爸爸和太奶奶喝。这是针对老夫人和傅金墨身体的药方，对我来说没有问题。我喝。小小，你看阿姨都喝了，不也没事吗？就是啊，小小姐姐冤枉暖宝。爸爸、太奶奶，小小真的没有说谎。这茶里面有窝头和附子，这两味药有微微的毒性，你们千万不能喝。小小，为什么很小的毒性我们不能喝呢？太奶奶，我给你的药膳里有半夏和贝母，如果和窝头附子一起喝，毒性就会大发，会晕倒的呀。还有爸爸的身体脾胃虚寒，喝了附子会更加虚弱，所以你们千万不要喝。啊！哼！小小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你这意思是说暖宝故意在害爸爸和太奶奶吗？谁知道你之前在药膳里放了什么？就是啊，只许你每天给太奶奶做药膳，还给爸爸调理身体，就不许我给他们敬一杯茶吗？你就是坏，你坏，你想抢去爸爸和太奶奶对我疼爱。小小，暖宝和叶阿姨呢也是一片好心，才会给爸爸和太奶奶准备这个花草茶，相信他们一定不是故意的。可是花草茶真的有问题，爸爸、太奶奶，请您相信我。好了，我相信小小是关心我们大家，都别吵了。小小跟太奶奶回房间休息。哼。暖宝，别生气了，来爸爸这里。师傅，小小，你怎么了？看起来不快乐呀。师傅，最近家里叶阿姨带回来个小妹妹，说是爸爸失踪的亲生女儿，但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很奇怪，但我不知道哪里有问题。小小啊，俗话说人心难测，你可以通过别人的气息判断他是不是生病，但你却无法完全了解别人的内心。不过你不要担心，
只要你坚持做正确的事，时间会给你答案的。小小啊，看你在那儿一点也不快乐，同样的，他们心里也不舒服呀。毕竟你分走了他们对那个小女孩的爱，他们不喜欢你也是人之常情嘛。但你要知道，你并没有做任何的错事，所以啊，不必自责。是的，师傅，我并没有做错。小小啊，并不是因为你做错什么人家才讨厌你，而是因为你在那里。但你要相信师傅，只要有师傅在，你就放心的去做事。如果要是觉得不开心呢，那就回来找师傅。那菩提神树已经3次开花，你已经付出了很多努力，你不欠别人的。师傅也想明白了，只要你开开心心的，其他事情并不重要。谢谢师傅。小小还想留在这里。小小啊，这段时间为难你了。站住！你为什么不滚出这个家？我才是富家的小小姐，你不过是个没人要的野孩子，我一天也不想见到你。这里就是我的家，爸爸和太奶奶都很爱我。就是你爸招了我的爸爸和我的太奶奶，你给我滚出去！小小，小小，怎么回事啊？爸爸，我想上厕所，他拦住了我，还想推我，结果他自己摔倒了。明明是你不让我上厕所，还使用法术来害我，我才摔跤的。你抢走了爸爸和太奶奶，还变着法子来欺负我吗？小小，你怎么能这么做呢？会法术就用来欺负妹妹吗？真是太让人失望了。不是这样的，我根本就没有使用法术，是他自己摔倒的，是他自己摔倒的。小小，本以为你是个有才能又善良的孩子，没想到你竟然以大欺小，做出这样的事情。来吧。师傅，我好想你啊！是的，师傅，我并没有做错。如果要是觉得不开心呢，那就回来找师傅。那菩提神树已经3次开花，你已经付出了很多努力，你不欠别人的。师傅也想明白了，只要你开开心心的，其他事情并不重要。师傅，我想和你在一起，这里的人都不相信我。亲爱的爸爸和太奶奶，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小小已经离开去找师傅了，你们不用为我伤心。师傅，你已经下山了吗？我找你来了。小小，小小，真的是你呀！师傅，我的好小小，长高了，师傅啊，快抱不动了。小小绝不会推暖宝的，更不可能用法术害人，我相信他。奶奶，可是……别说了，我得去看小小了，这会儿这孩子气得不行。我承认，我刚才说话语气太重了。这都怪小小，他实在是太过分了，万一伤到暖宝怎么办？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你先带暖宝去休息吧。
看看监控就知道了。原来是我自己没有搞清楚真相，错怪了小小。小小不见了，小小不见了，留了这封信。亲爱的爸爸和太奶奶，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小小已经去找师傅去了。你们不用为我担心，师傅会好好照顾我的，就像爸爸和太奶奶照顾我一样。和太奶奶、爸爸一起生活的这段日子，是小小一生中最开心快乐的时光。你拍一，我拍一，一个小孩坐飞机。你拍二，我拍二，两个。奶奶好久没有这样开心的笑了。她一心想念曾孙女，可能把小小当成暖宝了。有你们的陪伴，我每天都感觉很温暖。弟弟，你看，太奶奶的毒少了好多。感觉是不错，保证能好吗？爹地你就放心吧，办法总比困难多。暖宝妹妹回来的时候，小小一直都很开心，以为大家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生活下去。但是好像因为小小在家里，大家的生活变得不快乐了。小小不愿意这样，所以想暂时离开这里。但请爸爸和太奶奶不要为我担心，我还会回来看你们的。你们要和暖宝妹妹开心的生活下去。真怨我呀！自从暖宝回来以后，我就没有做到不偏不倚，让小小感到失望和伤心了，所以才选择离家出走了。奶奶，您别自责了，怪我没有弄清楚事情的真相，说的那番话让小小感到伤心，才会离家出走。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找到小小，并向她道歉，将她接回来。爸爸、太奶奶，芭比公主有了新裙子，你们给我买，给我买，给我买嘛！暖宝，小姐姐走丢了，爸爸和太奶奶心里边很着急。暖宝，太奶奶要和爸爸一起去找小姐姐，等小姐姐回来以后，再一起去买新裙子，好不好？不好，凡人的姐姐早就该走了，跟暖宝有什么关系？为什么不给我买裙子？为什么？奶奶，快去医院！小妖女终于走了，老夫人，下一个就是你。小小，奶奶，您终于醒了。太奶奶，小小，你回来了吗？太奶奶，我不是小小，我是暖宝。奶奶，您的头晕症不是已经好了吗？怎么现在又严重了？不知道啊，或许是太想念小小了，忧郁成疾呀。奶奶，您放心，我已经派人去找小小了，相信很快就能找到她。奶奶，您刚醒，多喝点水。谢谢珊珊。这水怎么了？怎么这么浑浊啊？啊，是柠檬水，里面有氨基酸和维生素，对您身体好。谢谢你啊。小小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你这意思是说暖宝故意要害爸爸和太奶奶一样？
谁知道你之前在药山里放了什么？爸爸、太奶奶，这茶真的有问题，请您相信我。师傅，就在前面，他们家的烤地瓜好吃的不得了。你不是小福星吗？哎呦，真的是你啊！好久没见了。这就是我师傅，今天我们要2个烤地瓜。好嘞，热乎着呢。要烤红薯吗？哎，来份烤地瓜。5块。我要份豆浆。你听说了吗？傅氏集团的傅老夫人每天都在吐血，最近病得更厉害了。听说她之前就疯疯癫癫的，后来找回来曾孙女就好了，现在怎么越病越重了？都开始准备后事了呢，真是可怜啊。就是啊，听说后来又来了个曾孙女，不知道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呀。这豪门是非多，我看啊，8成是被那个冒牌的曾孙女气成这样的。是啊是啊，还是我们普通人过得安宁。走的时候还好好的，怎么就快不行了呢？还有叶阿姨和暖宝，到底对太奶奶做了什么？师傅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小小，别急。太奶奶，太奶奶，你怎么了？几天不见，你的病怎么就这么重了？太奶奶，你身体中毒了，这几天你到底喝了什么？我马上救您。小小，情况怎么样了？太奶奶中毒了，我得马上救她。小小先不着急，师傅来看看。小小啊，这九玄神针确实能治病，但也没到起死人而肉白骨的地步。老夫人现在毒入膏肓，已经侵蚀到了5脏6腑，这九玄神针也很难见效了。师傅，求求你告诉小小怎么样才能救太奶奶。这目前来看，只有用至亲之人的心头血才能救你太奶奶呀。不过心头血救人很容易会遭到毒素的反噬啊。没关系，不管是不是太奶奶的至亲，只要能救太奶奶，小小能付出一切。小小，你怎么？小小，小小，你坚持住，师傅马上去找医生。小小，我是不是又做梦了？我梦见小小在喊我太奶奶。小小，真的是你啊！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小小，你怎么了？医生，小小，胡大夫，怎么样？小小不会有事吧？他失血过多，还中了剧毒，需要马上安排手术。快送去手术！这边，快！该死，这个小妖女又回来了！不行，绝对不能前功尽弃。你来干什么？快走，别被人发现了。老夫人醒了，那个小妖女也回来了。你是我的同伙，你逃不掉的。是你伙同傅家光威胁我的家人，逼我这么做的。我也是为了家人啊。家人？那你家人的处境可不太好呀。你到底想要我做什么？我要你除掉傅小小，斩草除根。这怎么可以？杀人可是犯法的，我做不了。你是医生，
杀人就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是他逼我这么做的。如果要锁命，可千万别找我呀，我也是被迫的呀。对不住了，小小姐。住手！副总，您听我解释，是有人逼我这么做的。是他吗？放开我！对，就是他让我这么做的。为什么这么做？哼，不说是吧？胡大夫，你在我们傅家好些年了吧？傅家的手段你最清楚，他不说，你说。是他让我调换了小小和暖宝的亲子鉴定书。你是说，小小是我的亲生女儿？小小受了这么多委屈，我居然一直被蒙在鼓里。叶珊珊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你是小小母亲最好的朋友，你怎么会对自己闺蜜的女儿这么狠毒？好一个闺蜜，沈雨禾，凭什么她就能这么幸运地嫁入到傅家，成为万人仰慕的豪门太太？而我，你却连看我一眼都不愿意。我嫉妒她，永远那么天真善良、单纯活泼。哼。不过她生下孩子之后就死了，我因为照顾她的孩子，顺利进入傅家，成为傅老太太的干孙女。而她和你的孩子早就被扔在山上，你们傅家却毫不知情。你是因为嫉妒沈雨禾而进入傅家，还丢弃了小小。原来傅家竟然养了一条毒蛇。现在我的女儿妮妮才是傅家的小小姐，而我作为叶阿姨的身份，迟早有一天会成为傅家的女主人。你一个外人，怎么可能对傅家了解的这么详细？又怎么可能买通傅家的私人医生，让他心甘情愿地为你做事？说，你幕后的操纵者是谁？我说了，我不会向你透露任何信息。那你的女儿呢？如果傅家给她的荣华和关爱突然就烟消云散，是因为她卑劣的妈妈让她从天堂到地狱，她会怎么样？说！我说，我全都说。是傅家光，是他让我这么做的。傅家光，又是他。没错，没想到吧？老夫人认亲的继孙，你们傅家以为认亲后就能家庭和睦，真是太天真了。为什么？傅家待他不薄，他为何要恩将仇报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是傅家的私生子，而你的父亲得到了老家主的认可，将傅家的一切都给了你。他傅家光要是想继承遗产，没有修改遗嘱。所以，奶奶的病情就是出自他的手，还有小小的事，都是你们一手策划的。没错，8年前，我和沈雨禾同时参加晚宴，你那天恰巧中了傅家光下的药，和沈雨禾睡在了一起，而我却误打误撞走错房间，被流里流气的傅家光占有。不过，虽然他当时在傅家没名没分，但他承诺只要成功上位，我就能成为傅家的女主人。要不是因为你和这个小妖女一直破坏我的好事，我的女儿早就成为了傅家的小小姐，又怎么会被迫喊你爸爸？行了，带他们俩出去，交给警方处理。副总，我是被迫的呀，副总。是有人逼我这么做的，副总，我是被迫的呀，副总，副总。小小，原来你就是我的暖宝，我却有眼无珠，多次伤了你的心，是爸爸对不起你。
清墨，这位老先生是小小的师傅，刚才都告诉我了，小小是因为救我才晕倒的。您就是小小的师傅，小小真是多亏您了。客气的话就别说了，就小小要紧。来，我先看看。小小现在脱离了危险，但因为救老夫人耗用了心头血，加之将毒素转移到他自己的体内，如果不及时救治，怕是很难再醒来呀。造孽！小小是因为救我而不惜用自己的心头血，他的身体还那么小，哪能承受那么重的毒素啊？我刚刚得知，小小就是我的亲生女儿。老人家，无论用什么办法，你只要能救出她，您尽管告诉我，我都能去做。好，小小是用他自己的心头血救的老夫人，只有至亲之人还给他心头血，才有可能恢复啊。这好说，用我老婆子的心头血，只要能够救小小，我愿意付出一切。老夫人，你身体还没有恢复，现在还不能用心头血。那怎么办呀？奶奶，您别担心，还有我，小小是我的亲生女儿，用我的心头血最合适。老人家，您快点用我的心头血吧。你想好了，用心头血救人风险很大，甚至有可能失去生命，你可愿意？我愿意。小小，爸爸和奶奶找了你这么多年，你也受了这么多委屈，只要你能平安醒来，爸爸愿意承担一切风险。别说是我的心头血，就是要爸爸的命，爸爸也都给你。小小有你们这样的亲人，是他的福气呀。来，清墨，你怎么样了？没事了，奶奶，我没事的。哎，小小，你好不容易找到自己的亲生家庭，你可一定要醒来呀。爸爸、太奶奶、师傅，你们都在啊。小小，你醒了。清墨，爸爸，老人家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师傅，你一定要救救爸爸，一定要救救爸爸。好，小小先别着急，师傅来看看。从脉象上看是毒素攻心，但没有太大的影响，休息几天就能恢复了。师傅，爸爸真的没事了吗？没事。小小，都是太奶奶不好，太奶奶对你太过忽视，才让你离家出走的。太奶奶，小小没事，你别伤心，小小不想让太奶奶伤心。小小，是爸爸错怪了你，还出言伤害了你，都是爸爸的错。爸爸，你也不要难过，小小最爱爸爸和太奶奶了，你们都不许伤心和难过。好，爸爸不难过。好，只要小小健健康康的，快快乐乐的，太奶奶也不难过了。暖宝妹妹呢？怎么没看到她和叶阿姨啊？那个暖宝是假的，你才是爸爸真正的暖宝。什么？我才是暖宝？是啊，小小才是暖宝。叶珊珊啊，和傅家光是同伙，是他们把你丢在道观，
还用他们的亲生女儿顶替了你的身份。这么说，我是爸爸的亲生女儿了？是啊，你就是傅家唯一的小千金，以后再也没有人敢欺负你了。是啊，之前是爸爸太粗心了，这些年让你受委屈了。没事的，爸爸，只要以后我们一家人开开心心一起生活就好了。好。小小啊，恭喜你们一家团圆呐！但以后可不能随意离家出走。师傅。傅总，傅家国他在国落网了，已经交代了所有罪行。多行不义必自毙，这也是他罪有应得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他犯下了那么多错，把他逐出傅家家谱。是。是那个坏叔叔吗？太好了，坏人都被打跑了。多亏了老人家和小小，我的身体完全康复了。是啊，是啊，我这头晕症也好了。我们傅家真是福星高照，以后会越来越好。小小，你还记得白云观的菩提神树吗？3次开花结果后，果子都被你师兄师姐摘下来供奉祖师爷了。我这次下山忘记告诉他们，那菩提神树不能浇水，可他们却动了我的定水珠，现在这菩提神树都淹死了。那现在怎么办呀？那倒没事，我这儿倒是有树的种子，重新种上就好了。师傅，我们一起去种树吧。除了种树，你是不是还忘了点别的？忘了什么？我想一想。我想到了。你想到什么了？爸爸，你能不能拿出一点这个，做点善事啊？副总，已经根据您的安排，重金修缮了白云观，并为祖师爷重塑金身。现在白云观香火不断，十分热闹。哇，原来爸爸都想到了，你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爸爸。